月之暗面。第9章，真相。在舍友的眼中，文生杰是一个极其不苟言笑的同学，他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成熟感，向来稳重的他似乎少了几分年轻人本该有的热血。据许善磊回忆，他是一个极其要强的人，常常会因为接受不了失败而伤害自己。不仅如此，对身边的人要求也很苛刻。他规定乐队不允许谈恋爱，所以最早的成员大多选择了退出。温燕玲加入后，他便放弃了主唱的位置，转向了幕后创作。当我提及温燕玲的时候，许善磊的叙述证实了我当时的猜测。他的确爱恋文生杰，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里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可文生杰却始终保持着距离，这让温燕玲感到痛苦万分。面对无数优秀的追求者，他都拒之门外，但自己却一直无法得到文生杰的回应。有几次他跑过来问我，文生杰是不是不喜欢女孩子？许善磊叹息道，我能怎么说？说不喜欢伤害了文生杰，如果说喜欢，那为什么又对这样优秀的女生无动于衷呢？那么事实上呢？我好奇地问。我觉得他是正常的，毕竟住在一个宿舍，大家都很了解他。有时候听到别人乱说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们都劝他，可是只要说到温燕玲，他就立马变脸，所以之后避而不提。许善磊道。我渐渐意识到，这个文生杰肯定有什么事儿一直藏在心里，或许他不愿意说，也有可能无法说。无论如何，我感觉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埋藏已久，直接影响着他的人生观，甚至与那件惨剧有着某种关联。他的家庭情况怎么样？我突然问道。许善磊一边夹着菜，一边摇头道，不是太好。我立时想到了什么，可是他却咽了咽食物，接着道，我不是说经济情况不好，应该和我们的家境差不多，我只是觉得他和他的母亲好像关系很差。来过学校吗？我问。没有，除了最后一次来收拾东西。许善磊说着，眼神有些呆滞。他继续道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母亲是很爱他的。那一次我们聊了很久，我忘不了他母亲极度懊悔的样子，不停地哭着说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妈妈不好。我那时听了也很难过，毕竟那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可是再也见不到了。我不禁长叹一口气，能想到大概是怎么回事。大2的时候，记得有一次我和他聊天，聊到家里情况的时候，他好像很回避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提到他是单亲家庭，母亲对他从小就很严厉，要求非常高，希望他比别的小孩更优秀。至于考试成绩，只要不是满分，他就不敢告诉母亲，因为那免不了一顿羞辱。他说那是他童年的阴影。直到上大学，好像任何一门学科，甚至乐器，他都要拼了命地证明自己。许善磊接着道，我想请你回忆一件事儿。我终于道出了我心中一直想问的问题。那天晚上大概11点半左右，他在干嘛？有没有离开过宿舍？
我的问题刚一出口，许善磊的表情不禁让我大吃一惊。只见他脸色突然煞白，接着又是一阵发黑。他缓缓地道：阿杰是晚上11点25分死的。这一句话竟也让我后背一凉。我无法忘记那天晚上。许善磊说着，放下筷子，捂住了口鼻。他道：那天晚上是周末，宿舍里只有我和文生杰。他像往常一样在阳台打电话，只是比平时打得更久，吵得更激烈一些。是和他母亲通电话吗？我问。我想是的，他是南方人，说话的方言我听不大懂，但从他以往打电话的状态来看，应该是他母亲。他们只要一通电话，文生杰就会躲到阳台把门关上，但吵架的声音还是会传过来。那晚我把耳机的音量开到很大，他中途过来把吉他给我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。但没一会儿，他就又回到阳台把门关上了。我当时想用录音机录一下这把琴的音色，没想到也录到了他最后一次通话的声音。虽然很短，也听不太懂，但我听得出，那是他发自内心的绝望。许善磊道。我立时打断他问：录音呢？还在吗？他摇了摇头道：后来被警方拷走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删了原件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一场噩梦。我叹息道：还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吗？我只听了一次就删掉了，大概是说，如果他死了，他母亲就轻松了。当时我好像听到窗户重重地撞击在窗框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一个黑影瞬间消失。我一转头就看到了窗外巨大的月亮。许善磊表情痛苦的道：那晚我陪他吃完了晚饭，回去的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来我无法帮他改变什么，再者我算是弄明白了文生杰自杀的真相，只是理解不到他为何会有如此害人的力气，以至于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路过学校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把车停靠在路边，仰望着那栋宿舍楼，思绪无法平静。若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似乎也能理解一些那种感受。过了良久，我掏出手机给周小飞发了条信息，不一会儿他给我回了电话：明天周末不用加班吧？我问。明天上午没事儿，下午要见一个领导。咋了？对方有些疲惫的道：你不是要听温彦玲的歌吗？昨天都忘了。我道：要不我把唱片给你，顺便跟你聊聊许善磊的事。周小飞的语气不算积极，但还是答应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住宅区，绿化、灯光、娱乐一应俱全。虽然还还着巨额房贷，但毕竟物有所值。看到周小飞开门时脸上洋溢着的光彩，与许善磊竟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坐在客厅，拿出了那张唱片，听到一半，周小飞突然猛地站了起来，立时用遥控器按下了暂停。先不着急听。他道：靠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抬头望着他怪异的表情，问道：什么想法？学校考的音轨你带了吗？他盯着我紧张地问。我摸了摸裤兜，道：带了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道：太好了，跟我来。
我站在他硕大的电脑桌旁，看着他一通操作，将那一条音频独立了出来，依然是放大、隔离、删除等处理。直到10多分钟过去后，他才喘了一口气道：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些噪音不是话筒录进去的。我不解的道：不是录进去的，那是本地噪音不成？专业设备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。嗨，你等着。他头都不回的道。接着他又将那一系列的超高频噪音转换成了一个个的黑点与空白，8个一组。我似乎看出了端倪。二进制？我问道。bingo。他打了一个响指，点着头兴奋的道：如果是真的，就太刺激了。我不禁翻了个白眼，一屁股坐到旁边的沙发上，静静地看着他操作。约莫尝试了3种编码方式，可是仍然失败，呈现出来的全是毫无意义的乱码。他满头大汗地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道：找个高人帮我破解一下，我得休息一会儿。我在一旁摇着头，他却接着道：说实话，我既希望是我猜的那样，又不希望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就恐怖了。我没好气的道：什么真的假的？我看这就是本地噪音而已。他却不以为然的道：不，且不说这种级别的设备是否稳定，你要知道，2进制是数字信号，话筒和放大设备则是模拟信号，很容易受到干扰，而数字信号是相对纯净的。所以呢，我道，你是想说信号是来自计算机内部的硬件吗？他摇着头，却什么也不说。我看得出他很想说，但不敢说出口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电脑的邮箱发出一阵悦耳的提示音。当鼠标点开的那一瞬间，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只有黑白点的图片。就是这张图片，不禁让我立时呆住。